就是明军太弱，所以才成就了他的悍将之名。就他这套打法，如果要碰上一个强劲的对手，也许会弄巧成拙。哦，为什么？师傅，破解直江错的啄木鸟战法，其实并不难。我认为，当敌人试图诱兵出击，置之不理是一种方式；但如果佯装中计，顺势出击，直接攻打对方软肋，则是取胜之道。说说，假装中计出兵，但不按照对手预期线路出击，而是直接攻打主营。这时候，主营的兵力分散，并缺乏准备。如果我们出兵果断，就能一举攻破敌阵。那大人，有什么补防的办法吗？将主力军分为两路，守在主营的两侧，这样既可以保持原有的攻击力，又可以降低偷营的危险。对，这样即使他们直扑主营，也一样会落入伏击。看来杜鄂教了你不少啊。杜鄂大师满腹兵法绝学，弟子确实受益匪浅。可是弟子不明白，像他这样的奇人，怎么会在少林寺的后厨？杜鄂自幼精通兵法，且满怀抱负，年轻时曾去投奔明军，想要做一个军师。以杜鄂大师的才学，这岂不是易如反掌？可惜的是，因为他腿脚有病，口齿不清，所以明军将领根本就没正眼看他，还把他狠狠地羞辱了一番。杜鄂连连碰壁，后来心灰意冷，才在少林出家为僧的。原来是这样。那师傅是知道他有才学，才把他留在这儿的。没错，就因为他，后厨才有一项活，叫做尝菜。尝菜。不过呢，杜鄂也真是有才识，不光是你，之前也有弟子聆听过他的教诲，后来成就了一番伟业。是谁？于大猷。他在少林学艺的时候，学的最多的就是杜鄂的兵法。什么？大人，您要把这个办法告诉直江错？大人，属下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第一，咱们现在羽翼尚未丰满，需要积攒实力。在这个时候，不宜公然跟那兄弟俩决裂。第二，既然我看出了他的软肋，我就想验证一下我的方法是否有效，是否能弥补这一软肋。我回去整理一下，今天晚上我就去找他们。他是个什么东西？明明就是个低贱的家伙，每天穿着我们的衣服，又装得像个武士一样，看着我都觉得可笑。哼，这个乱部，带了几个兵，就以为自己真的成了将领。我倒想看看他什么时候死在战场上。哎，真是想不明白呀！三支将军怎么会收养这么个东西当义子？汉人不是汉人，又不配做东瀛人。这在汉人来讲，叫做庶出。当年把他抓来的时候，就该一刀砍了。那样的话，
就不会出现这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了。来，哥，喝。来，阿狗啊，你这什么呀？这是？哎，这什么呀？啊？哎呀，哎，你可太厉害了！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去告诉老爷去啊！哈哈，不用叫了，我这来了。哎呀，妙，妙，妙！这个东西可是真的有点太奇妙了。阿狗发明这个东西，这可要省力气多了啊！是啊，阿狗啊，你发明这个东西啊，乡亲们都喜欢用。我和管家已经商量过了，叫你去当监工，就是监督茶园的事情。对，工钱呢也给你涨了3倍。那你觉得行吗？哎呀，阿狗肯定行的。但是阿狗这个名字可是有点不太雅致啊。这个大家都已经叫顺口了。好，那就还阿狗。阿狗，老爷，我们这个阿狗啊，可是个聪明的阿狗。好好干吧啊！狱卒老弟，麻烦了。放人。乐野夫、宁寡德，出来！怎么给他放出来了？听狱卒说，是谁给咱俩赎出来的？谁呀？哎，管他呢！谭仙，二位，如果不是我，你们后天就要被处斩了。感谢兄弟救命之恩。真正花钱把你们赎出来的，不是我。二位的身手确实不错。你是？你们二位曾经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，学艺有成，下山后
不愿意干吃苦耐劳的事儿，所以就开始打家劫舍，还装成日本浪人的样子。你们就是福建沿海臭名昭著的伪倭寇。尤其是你，乐隐夫，曾经在东瀛学习过忍术，精通暗杀之道。你们二位的运气不错，像你们这样的死刑犯，如果不是关在这种小城市，我花多少银子都买不出你们二位的命。你究竟是谁？倭寇。倭寇？可你也是个汉人。但我是真正的倭寇，我是三只屠田的养子，三只乱步。你想让我们做什么？做你们想做的事儿。当倭寇，路怎么选，你们自己想清楚。誓死追随。你慢点儿。小心啊！你没事吧？嗯。兵贵精而不贵多，我就是要一支精锐之师，100人足矣。可是大人，咱们上哪儿去找这样的100人呢？明白。大人的意思是，让我们把以前一起假扮倭寇的兄弟们再找回来。这个不难，以前我们有过不少人，但我得要有用的。大人，我也会召集一些以前的手下，能用的。把那些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，只要能玩命的，都给我找来。前日，足利父子来给嘉奖，带来了足利义时将军的一封信。他希望我们3支军团能够进一步扩张。我也希望3支军团能够扩大在福建的影响力。所以我决定出兵，拿下重镇闽清。好。将军，闽清守军不过2000，守将吴克尧听说是个草包，拿下闽清只是场轻松的战役而已。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的期望。直江错将军既然这么有信心，那我就知道结果是什么了。父亲，我想跟直江错将军一同出战。不用了吧？区区一个闽清，还用得着2支军队吗？既然乱部要求出战，就让他一同去吧。谢谢父亲。不过，你只能作为策应部队，跟在直江错将军的后面，不能参与主攻，而且所有行动必须服从命令。是。直江错将军，你还有什么建议？一切听从将军安排。
倭寇竟胆敢来犯！诸位，这是我们报效朝廷、建功立业的时候，本将决定，是何来犯者，血拼到底！是。倭寇来了多少人马呀？3000多人。这么多呀？有没有啊？带兵的什么人呢？直江错。你说这个直江错有病啊？有没有啊？你打我闵卿干什么呀？去打闵侯啊？闵卿有什么好打的呀？大人啊，哦，我们的兵不够啊，要请求援兵。闵侯的杨坤，他不行，那肯定怕得要死，根本不敢来增援。他就算来了也没用啊，他的兵还不如你们呢。有没有啊？少林，请少林的武僧团来，他们比较能打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少林的武僧团比较能打，有没有？有。老板，给我2盆水仙。好，给。哎，好嘞，拿好，给您钱。哎啊，谢谢啊。展浩，荣燕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师父终于让我带兵出战了。太好了！你不是一直都想出征作战吗？我只是怕你担心我。不会的，我会每天在水仙花上雕刻心经，为你祈福。荣燕，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等着你。阿狗，你现在已经是监工了，还这么早起来扫地呀？我想想啊，现在该叫你什么才合适呢？阿狗这个名字虽然可爱，但显得不太礼貌。我不管你是不是监工，以后还叫你阿狗。你看，我本来想忙活完宴席就出城门迎接你们，谁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，失敬。这位是林展浩，少林弟子林展浩，见过参将大人。哎呀，不必多礼。来，咱们里边说话，我已经备好了宴席，就为了给你们接风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灵定方丈这回让你们带了多少人？2、3千人有没有啊？僧兵390，乡勇740，没了。大人，请不必担心，兵贵精不贵多，人数并不是胜败的关键。小林说的有道理。来，咱们到里面宴会吧。就是为了给你们接风的，都是素宴。多谢大人美意，宴席就不必了。我想马上去看看地形。好。那个地形啊，我们都很熟悉。待会儿呢，让他们在地图我已经研究过了。我是想亲自去看看。好，请大人找2位熟悉地形的向导，带我们出城侦查。好。今天就算了，天色已晚，明天吧。就今天。
大战将至，事不宜迟。好。大人，直江错的本阵已经驻扎好了，就在闽清北部30里处，背靠西面。背靠西面。是。大人，您是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我是在想直江错这一仗到底怎么打。直江错善用的战术是啄木鸟战法，其特点是通过诱敌、伏击，然后拉开对手的防御纵深，集中兵力逐个击破。小林呐，直江错很能打，这我们大家都知道。现在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才能防得住他，怎么才能守住闽清？这办法有没有啊？有，不过需要参将大人配合。配合，一定配合，只要能守住闽清，全力配合。我以为直江错会率先对闽江北部的村落进行掠杀，以吸引我们出击。假如我们真的出击，他就会从东部派伏兵对我们进行攻击。此时我们的阵型必然向西倾斜，他的总部就会对我们施压，以形成夹击之势。你连夜带兵前往闽清以北的东部进行埋伏。是。你整顿人马，明日一早开始对北部村落进行掠杀，吸引明军的出击。是。明军一旦深入，上山长野要立即从东面发起侧攻，彻底将明军的阵型打乱。我继续从底部给予打压，迫使明军从西部变阵。哎呀，这个小林呐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如果直江错攻打北部村落，我们根本就不用管？当然不是。如果死守闽清可以守住，但不是上策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将计就计。他判断我们必定被动防守，我们索性主动出击。直江错就是想用一种挤压的方式把明军向西推移，而西边恰恰是他的主阵营。他想把明军引入他的伏击圈。可是大人，这吴克尧他又不是傻子，而且僧兵团们都已经赶到了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全军出动呢？当然不会。但是前方遭袭，后方必定增援，只要增援，就落入了他的伏击圈。把对方的战线拉出纵深来进行打击，是直江错的拿手好戏。这么说来，直江错可以轻易把闽清拿下了。那得看对方有没有高人了，能不能看出直江错的漏洞。那怎么做呢？直江错诱敌的时候，大人率兵往北，但是要注意东面的伏兵。记住，千万不能让阵型向西倾斜，这样才能有效地瓦解他的夹击之势。与此同时，我从南部向其本部进行进攻。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直江错本部的阵型此时向东，你从南部攻击，仓促之间他难以变阵。大人说的没错。消灭伏兵之后，你也向西发起主动进攻，和我的兵力对他形成夹击之势。我觉得小林说的没有问题。有没有啊？有什么有啊？没有问题，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次一定会赢，有没有？有。只要我们把倭寇逼到闽江以北，闽江之战就胜局已定了。
这么说，假如明军要是这样应对的话，那么直江错的夹击战术，反倒会成为夹击自己了。没错，这一仗的分界在于岷江。如果直江错能被打到岷江以北，那他将是完败。那大人，我们是不是就驻军在直江错的东部后方？一旦明军反守为攻，我们就可以协助直江错在岷江以南挡住攻击。事不宜迟，我立刻带兵出发，尽快赶到接近直江错本部的地方。我想好了，大人，怎么做？全军不过江，留在江北。可是大人，万一真的开战了，难道到时候再渡江吗？我说过，不过江。啊？不过江？如果明军不是对手，就算我们过了江，也深入不了战局。这样，战功也不是我们的。大人，如果按照您说的，这明军真的反守为攻了，那我们就坐视不管吗？当然要管。我准备把战场转移到岷江上。岷江？怎么转？传我命令，全军向上游开拔在3里处驻军，天亮前务必赶到。是。等待信号，发起侧攻。明白。造船。造船？对，这儿有很多渔村，你们去找船、渔网和蓑衣，越多越好。你们俩去准备弓箭。准备多少？多多益善。是。必须要快，正午之前，全军就位。是。
看到没有？打的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，有没有？有啊！参将，连展浩交代，一定要速战速决，东边还会有伏兵呢。慢不了，慢不了。倭寇才这么点人马，你看我带了多少兵马，搞死他们有没有？有。跪下！哎，我让小倭寇看看我的气势，搞死你们！您看，他们不行了。参将，倭寇败了，要逃。追！是。哎，等。对了，先不追了，传令下去，全军面向东部山林，摆出防御阵型，弓弩兵就位。是。看来得等到中午了。传令，全军缓速前移，靠近村落。是。走。果然来了！放箭！我们就来吧！打跑了！哎呀，都快！哎呀，打的也差不多了。对了，那个小林那边怎么样了？还没有消息。林展浩说了，要我们等他的通报，一定要等到直江错变阵之后再进攻。那就等，下令全军做好准备。哎呀，小林说的都对呀！他说倭寇会来村子掠杀，诱我们出击，你看有没有？有。他说东边林子里会有伏兵，你看有没有？有。这个小林要是说直江错会变阵，那就一定有。将军，我们侧翼遭到了攻击，什么人？是少林僧兵。有多少人？不清楚，但是攻击异常迅猛，是从我们阵型后侧进攻，我们的阵型已经被冲乱了。传令，全军立刻转向，顶住攻击。大人，如何？战局正如您所推测，直江源赶到村落，结果遇到的是明军的伏击。上山长野在东部林区设伏，但被箭阵袭击。大人，跟您预料的
如出一辙。太高明了，实在是太高明了！整个战局都在您的预料之中啊。他的本部也应该受到袭击了吧？正是。攻击从侧翼开始，直江错正在变阵。哼，晚了。如果不变阵，还能撑上一会儿。毕竟从左翼来的不是主力军，等他变完了阵，明军的主力就会赶到，他将腹背受敌，想不败都难。参将大人，僧兵团和湘勇团已经攻入直江错本部，逼得直江错变阵。展浩耀大人立刻发起进攻，先以剑阵射杀，再从南向北直接攻击，将倭寇逼至闽江畔。好，好，传令下去，步云阵。全军冲锋，誓杀直江错！冲啊！哥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按照原先的计划，刚一到村落，就遭到了明军的伏击。上山长野呢？将军。将军，我们在东部的林中遭到敌军剑阵的攻击，伤亡惨重。将军，村落间全是明军主力，如果他们全力攻击，恐怕我们无法抵挡。三支乱部呢？他的策应部队在哪里？怎么还没有出现？他应该知道我们受埋伏，早点赶到，我们就可以再抵挡一阵。将军，明军主力已经攻到本阵，我们已经抵挡不住了。哥，怎么办？将军，不如趁现在伤亡没那么严重，暂时撤军，等退过闽江之后，咱们再重振旗鼓。果不其然啊，直江错腹背受敌，已经难以支撑了。向北撤是他唯一的选择。没想到这个吴克尧还有两下子。大人，这个吴克尧我还是多少知道一些。他在领兵打仗这方面，就是一个彻底的草包。一个草包，也能把直江错打成这样？大人，探子传来消息，少林僧兵团在整个战局中一直在主导。少林僧兵团头领是那个罗汉堂首座杜信，他死了之后，由一个俗家弟子接替。据说好像是少林方丈林定的入室弟子，叫林长浩。谁？林长浩。他有多大？好像比您还小1岁。林长浩。长，吴克尧冲散了直江错的本队，这一仗咱们赢定了。把他们打过闽江，那才算赢。是。
将军，哥，撤兵吧。大人，直江错的本阵已经顶不住了，开始向闽江以北撤兵了。咱们还是按兵不动吗？这样，直江错真的会败下这仗的。他败，也是败在我的预料之中。大人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增援呢？增援？我根本就没打算增援。爱是信念的潮汐，为你早已经决定。我是小小一条鱼，随你的狼狈卷起。苦海陪你渡过去，绝壁陪你跃上去。我是冲上岸的鱼，只为抱紧你。100万次想你，第100万次无法呼吸，越爱越执迷，越痛越痴心，心中只有你。想你，第100万次祈求天地，赐予我勇气，带你回海底，自由呼吸。